雪光友達海天使暑い笑い高いすごい鳥取苹果旅游领导潮流 Apple TV This is the journey，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平台，我是你们这集的主持人，我叫做 Chengmen。坐在我旁边这一位的就是我们英俊潇洒、头大威猛的开场，谢谢你今天来做我们的嘉宾。我听说开场你是在日本住过很多年的是吗？也不是很长啊，6年左右吧。哦，6年。大家看到我这期邀请了在日本住了6年的开场，加上我们这身的装扮，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地方，那一个国家你先猜是哪里呢？日本。日本对啦，看服装就知道我们穿着的是尤嘎达嘛，对不对？对对，今天要我们介绍日本的什么呢？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跟一个出名的动漫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动漫是怎样的呢？那一个动漫的话，连载了24年，不过到现在还在连载着的。哦，所以是什么动漫呢？给你一点提示吧， Okay 他每次一开场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真相只有一个。哦吼吼，这样我就懂了。这部动漫我也有看，所以是好像我们前面是公仔对。名侦探柯南是吗？对，所以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的就是《名侦探柯南》作者的发源地。所以他的那个故乡是吗？对，相信大家有看柯南的漫画迷的话都知道，他的作者青山刚昌。青山刚昌他是日本有一个叫鸟取县这里出生的，所以为了纪念青山刚昌老师呢，在鸟取县这里特地为他打造了一个柯南博物馆，也叫青山刚昌纪念馆。这样在这个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这一个纪念馆的话，首先你一到门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台金龟车。金色的那个阿乐 box 驾的那辆车是吗？对，每次他带着一班少年侦察团一起去破案的那一台车，根据原本的那一个 size 打造出来。哇，可以去那边拍照。对打卡，所以那辆车的话是所有的柯南迷去那里必拍的一个景点之一。当然，你拍了这一个照片呢，你还可以进去他的博物馆。他的博物馆里面的话，还保留着很多青山刚昌老师的原稿。还有呢？除了原稿之外呢，你还可以拍到他的办公桌啊。之后还有一个他还原了漫画里面的犯罪现场。哦，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破案，对可以讲那句话，真相只有一个。对，所以当你买了入场票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的话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就是根据你破案所有的谜题写在那个小册子那里，直到你离开的时候，你将那个小册子交给柜台，他会根据你的破案率给你一个小小的纪念。这样我可以成为侦探吗？可以在那里而已。除了你介绍这个柯南在鸟取县，这样在鸟取县还有什么东西是很值得去介绍的？除了这一个柯南的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鬼太郎。鬼太郎的话，相信在马来西亚的话也蛮少人知道的。不过在日本的话，它是从1960年一直连载到今时今日，长达60年的一个动漫。60年啊，我妈妈都还没有出生。这一个漫画的作者呢，我们称他为水木茂老师。水木茂老师的话，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个老师，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静冈萨卡伊米纳多这个地方打造成一条鬼太郎的一条街道。所以你在那条街道，你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鬼太郎的大大小小的模型。所以它是一部妖怪的动漫。对，哦，所以它是恐怖的。不是，这一个是老少咸宜的卡哇伊型的妖怪动漫，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日本当地人都很喜欢去那里拍照。原来如此。哎，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鸟取县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啊？相信你们都知道大阪跟京都，对吧？鸟取的话就在大阪跟京都的西北方。哦，就是在大阪京都，就是本州的那一个岛那里。对，就属于本州地区，位置于京都的西北部。我相信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春夏秋冬嘛，所以在鸟取县我也是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樱花。肯定。那如果是你说要去看樱花，首先我要注明的是，大家想要看樱花，樱花不是说1颗2颗，而是一整片。你需要一整片的樱花，而你坐在樱花树下，看着那些樱花花瓣一片一片掉落。
而且当它满开的时候拍最好看。不过现在大部分人知道看樱花的话，都是说，想要去京都啊，想要去东京、大阪之类的看嘛，对不对？对对。不过我个人比较建议你要去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比较少人的地方看樱花。为什么？如果你说现在在3月尾4月头的话，去赏樱，东京、大阪这些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想象一下，全世界的人都涌去那里看樱花，你除了看到樱花之外，你还看到什么呢？你拍照的话，就是拍到一大堆的人头。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去一些比较郊外的地方，没那么多人，我真的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赏樱，跟我的家人，多么的浪漫。你也有非常推荐大家去赏樱的地方，对吗？对，所以去到鸟取这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叫鹿野城迹公园的地方。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在400到500年前一个将军的府邸。哦，以前的将军的府邸。对，当时的将军不像现在嘛，现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打打游戏啊，看看电影啊，对不对？对对。不过在400-500年前，他们没有这些娱乐的时候，他们休闲的时候干嘛呢？赏花，欣赏大自然。所以在古时候保留到今时今日的那些公园呢，都特别的漂亮。所以当时这一个名叫龟井的一个将军呢，他为了凸显他自己的地位，他在他的府邸，他的将军府那里，所以就是这一个鹿野城迹公园呢，种植了超过500棵的樱花树，只是为了供他在春天的时候赏樱用的。所以这400-500株是以前给他赏的，现在呢就是开放给所有的民众都可以进去赏花了。对，所以在城堡樱花这种历史古迹拍下来的照片，一定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对，所以你除了可以拍到樱花之外，你还可以拍到那些历史古迹。不过最重点的是，这里现在除了台湾游客之外，基本上人口非常的少，就连当地的人口都少，再加上观光客稀少，所以你去这里拍照，绝对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所以这边赏樱是开场非常的推荐的一个地方。对，春天过后肯定就是会想到夏天嘛。说夏天日本的话，让我想到了唯一一个东西就是祭典，非常热闹的祭典。将在鸟取这个地方有什么祭典是推荐大家的呢？一到夏天的话，日本我们称为马自里，就是祭典，那一个季节是属于看祭典最漂亮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日本夏天炎热的时候会到40度左右，所以夏天大家都会穿着像我们现在穿着的这一种的话称为浴衣，翻译成中文汉字的话叫浴衣。在日本的话就穿着这些浴袍，跟喜欢的人、心爱的人一起手牵手去赏花。赏什么花呢？春天的时候我们赏樱花，那夏天的时候我们赏烟花。赏烟花是心爱的人看烟花，对，是一个非常浪漫。当然，如果说祭典的话，不是只是烟花那么单调。在鸟取这里，每当8月13日到15日的时候，会有一个由4000个人组成的一个跳舞团。跳舞，对，舞蹈团有舞者，大约4000位左右。在日本的祭典，大多数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舞蹈，所以鸟取这边也只是跳舞而已嘛。当然，他们这里的祭典的话，我们称为香香麻子。为什么会要香香这一个字呢？他们的道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摆在前面这一个雨伞。这是雨伞。这个雨伞呢，它除了用日本的盒子铺上面之外，之后它还会彩上青色、红色非常鲜艳的颜色之外，就跟它的香香袜子里这个香香的字眼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它在它的竹竿上绑了超过100颗的那个铃铛，所以当他们一边跳舞一边旋转伞杆的时候，一边发出香香的声音，锵锵锵香。哦，所以它就被命名为香香祭。当然，除了你去看这些舞蹈、看这些游行、看樱花之余，还可以一边欣赏当地的美食乡土料理。什么乡土料理呢？例如 yakisoba 啊、yakiniku 啊，那些串烧啊，那一些都可以在章鱼小丸子这一些都可以在那一些马自里的旁边，有点类似我们马来西亚的巴沙马浪这样子。这样我可以想象到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热闹、非常热情的夏季。说完夏季的话，当然接下来就会想到红红的枫叶。在鸟取县这个地方，你要带我们去哪里看枫叶呢？说到枫叶的话，先跟大家注明一下哦。平时我们看樱花跟赏枫叶的分别在于哪里呢？看樱花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平地上欣赏；枫叶的话，你必须要到山坡地方观赏，比较漂亮。怎么说呢？往山走。对，往山区看，例如在京都的清水寺。
对不对？那鸟取这里的话，有一个地方叫大山，就是一座山。那为什么这个大山那个地方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它距离日本海的话只有10公里，相当的靠近，所以当冬天北风吹过来的时候特别冷。相对来说的话，它也比较早入秋，基本上10月中旬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层次感。什么层次感呢？红橙黄，一层一层一层的枫叶。可以想象，如果那个照片咔嚓拍下去那种漂亮，所以你是非常推荐在这边看对枫叶的。对了，这个地方看枫叶的话，像冬天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到滑雪。像鸟取县这个地方，你有地方介绍我们去滑雪吗？刚刚说的那个大山，除了秋天你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漂亮的枫叶之外，到了冬天这里也非常的适合滑雪。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我也提到了，因为它靠近日本海，只有10公里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它冬天大概12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铺满了白雪。加上你说了，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观光地，所以对于马来西亚人喜欢滑雪的游客来说，这里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因为它人少，所以就算你跌倒也没那么多人笑。所以非常适合我这种初学者去，是吗？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会撞到别人。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全很重要。那除了这个的话，冬天可能我另外想到一个比较吸引我去做的事情，就是泡温泉，而且还是要露天的那一种，因为你下半身会热热，然后上半身会冷冷，感觉是非常的爽的。因为我知道日本每个地方都会有它自己的温泉嘛，像鸟取县会有它自己的温泉嘛。鸟取县比较著名的温泉圣地的话叫三潮温泉，日文叫米莎莎 onsen。那米莎莎 onsen 除了这里的矿物质味道会比较淡之外呢，因为很多人怕泡温泉是因为它的硫磺味道很重嘛，感觉到有一股臭味。不过这里的温泉的话完全没有味道，因为它是含镭量会比较高的。以我所知，镭的话是一种很好的可以拿来治疗癌症的一个药物的东西啊。对，它是一个化学物质，所以经过科学的数据分析的话，在当地人患癌症的人会比其他地方相对来少很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到三潮温泉这里，除了拿来泡之外，他们还会拿来喝。这边的温泉可以喝？对，因为这里的水质比较干净，而且还不是硫磺，所以可以喝。所以味道比较淡。福岛温泉这一种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东西是要介绍我们的呢？因为你讲看枫叶，你讲赏樱花，这种在日本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嘛。这样有没有比较 special 是鸟取，只有鸟取有的东西呢？那的话，你必须肯定要来到鸟取的沙丘这一个地方。沙丘？沙丘，我想象不到哦。想象不到的话，那简单一点，我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影片嘛。所以你看完这一个影片，是不是觉得很神奇？不像在日本，对不对？对对对对，我还看到可以骑骆驼，还可以玩滑翔伞。对，还有一个还可以玩。平时我们玩冲浪的话，我们是冲水浪嘛，对不对？对对对对。这里的话有冲沙浪。冲沙浪。对，你就可以坐着那个滑板从山坡上滑下来，因为它的沙非常的幼细，所以你在那里玩那个滑板的时候也非常好玩。这边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子的风景，都是沙，这样不是会很热？不是不是，它除了春夏秋就都是沙之外，到了冬天的话，这里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哇，是茫茫的一片，就滑沙变成滑雪了。对，不过你滑雪的话，拍照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大部分人来到沙丘这里，冬天的话我们就称为雪丘吧。来到雪丘这里的话，不是为了滑雪，而是为了拍照。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个沙丘里面白茫茫的一片之后，它直接连接着日本海，你就看到蓝色、白色跟蓝色，还有天空的白云一整片，你就仿佛直接融入在这个仙境里面，非常的漂亮。还有什么特别的介绍吗？沙丘是日本鸟取这里唯一的特点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当地人肯定不会放过这一个东西，他们在沙丘的旁边建造了一个以沙命名的一个美术馆。美术馆？对，里面装满了一大堆的沙，当然不是这样就直接放在里面的沙。美术馆的话就是拿来拼了很多沙雕，对吗？对，它里面的这一个沙之美术馆呢，它不是一般人去雕刻的地方，不是给你堆城堡的地方哦。哦，不是我们平民百姓进去的。不是，我们去参观而已，那些雕像不是你去雕的。OK。
然后这一些的话都是邀请世界各地的高手、沙雕高手来到这里，每一年的话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依据不同的主题，然后拼出来的，每一年都会换一次。对，所以你每一年来到这一个沙之美术馆呢，你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主题，不一样的沙雕。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像现在我为难你一下，我现在想要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的东西，都觉得很漂亮的东西，你有什么可以介绍给我吗？一整年都可以看到的，同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话，在鸟取有一个地方叫花回廊。我难不倒你。鸟取的花回廊，春夏秋它各自都有不同的花，不过它主要的话就是以百合为主，在这个园里面就有超过200种的百合。百合，它的花一年四季都可以，是为什么啊？肯定不是，因为它有分室内跟室外，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要在温室里面观赏。哦，因为它有温室，所以可以导致我们一年四季都看得到那个花。对，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它室外用超过100颗的 LED， 它还打造成，在日文的话，我们称为 illumination， 就那一种灯光闪闪的花篮。然后它就拼出很多不同的图案，这样晚上看上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画面。对，不同的景象。刚刚听你讲了这么多嘛，我就觉得鸟取是一个蛮乡村的地方嘛，这个会不会保留了一些比较好像京都这样子比较古色古香的建筑可以给我们去？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去这种地方。如果说比较想欣赏一些历史古迹的话呢，鸟取这里它有一个叫白壁土葬群的地方。白壁土葬群顾名思义，它的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用白色的墙壁，然后这一些建筑物呢都是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建造。江户的话距离现在大概400-500年吧，然后明治时代的话是距离现在100年左右。500年保留到现在。对。所以我去到那边就参观这些历史古迹。当然你除了参观这些历史古迹之外，因为这些建筑物的话现在都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嘛，所以他们都将它改造成那些咖啡厅啊，卖小吃的那些店铺啊，给当地人在那里经营，吸引一些游客来。所以很多游客喜欢坐在那里一边欣赏着咖啡，一边观赏着那些建筑物，之后可以一边欣赏水沟里面的鱼。水沟里面的鱼，汤腿鱼。对，汤腿鱼。不过在日本的话，养在水沟里面的鱼是鲤鱼。鲤鱼可以养在水沟里面？我们在这里养鲤鱼的话，你需要过滤啊，需要保温啊，就调整温度啊，调整水质之类的嘛。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水质非常的干净，所以它直接将鲤鱼养在水沟里面，可想而知为什么它的温泉水可以喝。原来如此。对，我可以想象得到日本的水，如果是普通我们饮用的水，也可以是很好喝了。对。鸟取这个地方，你的介绍就到这里吗？差不多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太场的介绍，鸟取这个地方有人文、有奇景，而且还有一些古迹的地方，非常适合喜欢那种大自然的，或者是艺术咖，或者是如果你是动漫迷名侦探柯南的粉丝，你也可以去这个地方朝圣，顺便去一馆那边的大自然之类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开场为我们分享了一个全新的地方——鸟取县，可能是马来西亚人比较不懂得的地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苹果旅游，领导潮流 Apple TV，This is the journey。拜拜拜。